镇必昌的巡抚，这个人的杭州知府，哼，浙江这一回不乱也得乱了。淳安和建德知县呢？啊，这2个缺倒是还没有异议。他们的意思还是让郑必昌和高汉文自己去挑人就是。这2个县可不可以派2个好官去呀？巡抚和管淳安、建德的知府都是他们的人，征2个知县有用吗？有用，王爷，王妃的话有道理。不管怎么说，直接管百姓的还是知县，关口是这2个人，只是好官恐怕还不够。淳安全县被淹，建德半县被淹，从上到下那么多双眼睛全盯着贱买这些被淹的田。要救百姓就要抗上，尤其是淳安这个知县，这个时候去就得有一条准备，把命舍在那里。哼，天下虽大，这样的人可难找啊。人选我这里倒有一个。在哪里？现在把他叫来。哪有这么现成的人就能叫来？那你又说，人虽见不着，我这里倒有他的一篇论抑制豪强、反对兼并的文章。王爷、王妃还有张大人，你们想不想知道他怎么说？哦，这篇文章在哪里啊？因为文章写得好，我通篇都记下了。想听，我现在就背给你们听。夫母诞一子，必哺育使之活；天生一人，必几时使之活。此天道之存焉，亦人道之存焉。岂有以1、2人夺100人、1000人、万人之田地，使之饥寒，而天道不伦，人道不丧者？天道伦，人道丧，则大乱之源起。民失其田，国必失其民；国失其民，则未见有不大乱而尚能存者。司礼，这几句话，我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？正是，胡宗宪在他的上一道奏书里就曾经引用过，只是改了一个字。最后2句就是“是以失田则无民，无民则亡国”。好，司礼，写此文章的人现在哪里？叫什么？此人姓海名瑞，字刚峰，在福建南平县任教育。那就好办了。教育升知县是顺理成章的事。王爷，此人是把宝剑，有他去淳安，不说救私民于水火，至少可以和严党那些人拼杀一阵。王爷，您和吏部说一声，即刻调这个海瑞去淳安。此人是难得的人选，我可以跟吏部去说。事情恐怕没有这么容易。哦，有何难处？教育转知县是升职，莫非他还不愿来？张大人这话在官场说得通，可在海瑞那里未必说得通。这个人我知道，自己愿做的事谁也挡不住，自己不愿意做的事，即使是升官也引诱不了他。现在以他这个情形，他的志向，叫他去淳安，他应该会慷慨赴之。但有一个字，他越不过去。哪个字？孝。可不可以说仔细些？这个海瑞是海南琼州人，4岁便没了父亲，家贫，全靠母亲纺织佣工把他带大。重秀才，重举人，慨然有承倾天下之志，就是科场不顺，中不了进士，那份志气也慢慢淡了。他把那颗心放在孝养母亲身上。说来你们不信，都40出头的人了，他1个月倒有20几个夜间是伺候着老母睡在一室。他没有娶妻吗？王妃问的正是要紧的地方了。他海门3代单传，怎么能不娶妻？可到现在还只生了一个女儿，因此，要是叫他此时任淳安知县，很有可能便是壮士一去，
风消水旱。无论是奉养老母，还是为海门添嗣续后，孝之一道，他便都尽不了了。这样，写一封信，连同吏部的调令一起送去，叫他依孝作忠。信可以写，能不能说动他，我可没底。那好，以你的名义，我来写。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带着他到江苏去，能借多少粮，就借多少粮吧。我明天就回浙江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做的我还会去做。徐阁老、高大人，浙江田少人多，倭寇猖獗，可每年给朝廷上的赋税，却占了全天下人的1/7。你们在朝堂上多念着点浙江。你的难，我们知道。老夫也送你一句话：大风吹倒梧桐树，自有旁人论断长。你有这个心，必有这个果，好自为之吧。多谢徐阁老教诲。公素有承倾天下之志，拯救万民之心。然公40尚未逝，暴毙项羽。天下果无使贺氏者乎？其苍天有意使大器成于今日乎？今淳安数十万生民于水火中，望公如大旱之望云霓，如孤儿之望父母。柴胡遍地，公之宝剑尚沉睡于鞘中，亦或宁断于猛兽之颈隅。公果殉国于浙，则公之母是为天下人之母，公之女是为天下人之女。孰允？海门无后，公之香火，海门之姓字，必将绵延于庙堂，而千秋万代不息。好。哎呀，张太岳就是张太岳，你这封信和海瑞那道书，堪称双星并耀。啊，有了这封信，我料海公必出。就怕这把宝剑真断在淳安，我谭论便也真要多一个母亲了。要真那样，就将他的母亲接到京里来，我们供养。阿母，我来吧。松开！我没有儿子，干你该干的去。
哎，阿母，阿木，您老责骂就是，让儿子来浇地吧。走开！累了吧？安南，阿爹要出远门，安南想吃，明天阿母给你做，这个给阿婆送去。阿婆，你老吃粑粑。什么粑粑？荷叶米粑。阿母蒸了一笼子，说阿爹要出远门，路上吃的。谁说阿爹出远门？阿母说的。去，告诉阿母，就说阿婆还没死呢。不要放。我有话问你。是，阿母。你把那封信的意思再跟我说一遍。是。我不听那些官话。是。你只把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事儿跟我说说。阿母，您老知道，我们这的田是卖多少担谷一亩吗？丰年50担，欠年40担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朝廷啊，调儿子去浙江的那个淳安县，那里百姓的田，现在只能卖到8担谷一亩了。那里的田很多吗？不是。有句话说浙江7山2水1分田，指的就是山多水多田少，平均下来合着才2个人1亩田。那为什么还要卖田？卖得这么贱？被逼的。哦，来，怎么逼的？官府还有那里的豪强，朝廷为了补亏空，要把浙江的田都改种桑苗，好多出丝绸，多卖钱。
官府那些人和地方的丝绸大户，认准了这是个发财的机会，就要把百姓的田都买了去，还想贱卖。他们串通了，趁着端午汛发大水，把河堤毁了，淹了2个县，老百姓遭了灾。可他们呢，也不带粮给他们渡荒，就是想逼着百姓卖田活命。这么伤天害理的事，朝廷就不管？这些事儿，朝廷都知道。是朝廷让他们干的？是朝里掌权的人，说明了，就是严阁老那一党的人。信，给我信。哦，给儿子写信的这些人，都是朝里的忠臣。调儿子到淳安去当知县，就是他们安排的。这么多大官不去争，要你一个小知县去争。阿母，这里面有许多情形，儿子现在也不是很清楚。那你还答应他们去？儿子想正是因为这样，几十万百姓才需要有一个人为他们说话，替他们做主。那为什么就单挑你去呢？他们相信儿子，相信儿子会为百姓跟那些人去争。长这么大，你知道自己哪里最像阿母？儿子的一切都是阿母给的。我是问你哪里像阿母？这儿，就是这双脚。你看，郎中说冬月天都怕热的脚是火脚，火气大，脾气不好。这一点你真像我。我知道，阿母。我们海家的祖先信的就是明教，本身就是一团火，烧了自己，热的是别人。听说大明朝的太祖皇帝得天下的时候，信的就是明教，所以把国号改成了大明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可当今的皇上怎么就不像太祖了？阿母，您回去歇着吧，我过去了。今天晚上把阿南抱来，我带阿南睡。菩萨保佑，总该给我们海家留个后吧。阿母，儿子要走了。
来的，你们谁接战呢？有人接战吗？见过大人。啊，我们是经理来的，到杭州赴任，怎么没人接战呢？大人们都见到了，连前波到的马我们都没料喂了，这不，最后一点料都给了他们了。啊？那总不能让我们的马就这样饿着赶路吧？啊？那贵驾就去同他们商量吧，看他们愿不愿意让一些料。这是谁的马队？小人哪敢问？看阵势，好像比二品还大些。是高府台高大人吗？我就是。顾堂大人在此恭候多时了。顾堂高大人来了，请坐。请问，是胡步堂胡大人吗？别人就是。失礼，属下高汉文。请坐吧。我虽然还是浙知总督，但按规制，你归浙江巡抚直管。我们之间没有差事授牌。我今天见你，完全是为了浙江，为了朝廷。步堂大人有话请说。把我们的马料分给高府台的马队一部分。是。高府台，我想问问你，淳安和建德现在有多少灾民？到今天为止，浙江官仓里还有多少粮食？每人每天按4两发赈，还能发多少天呢？淳安有灾民27万，建德有灾民11万。发粮之前，官仓有余粮20万担，38万灾民，每人每天按4两赈灾，每天是7000担。现在20天过去了，官仓里还有余粮5万担，最多能发放10天左右。你还算是有心人。那10天以后你准备怎么办呢？步堂大人是在指责属下。谁？新任杭州知府高汉文。以改兼镇两难自解的方略是属下提出来的。10天过后，当然是由那些有钱有粮的人出粮买灾民的田。灾情解了，改到为桑的国策，再责成那些买田的大户去完成。于情于理于事，眼下我只能这样做。你准备让那些有钱有粮的人拿出多少粮来买百姓的田呢？1000年田800主，买田从来都有公价，似乎不应该官府来过问吧？10天过后，赈灾的粮断了，灾民没有了饭吃，买田的人趁机压价，官府过问不过问呢？天理王法俱在，要真是如此，官府当然应该过问。哪个官府？是你杭州知府衙门、巡抚衙门，还是藩聂衙门呢？当然，步堂大人的意思是，浙江官府会纵容那些大户趁灾情压低田价。要真是这样，你怎么办？属下会据理力争。怎么争？到时候啊，你既不能抄大户的家，把他们的粮食分给灾民，也不能劝说灾民忍痛把田贱卖出去，是两边都不能用兵啊。灾民若被逼起事，浙江乱了，你在朝廷提的那个以改兼镇、两难自解的奏议，就成了治乱之源呐。这恐怕不是你当初提这个奏议的初衷吧？我该怎样去争？请步堂大人明示。以改兼镇的方略，是你提出来的，你有解释之权。第一，不能让那些大户低于30担稻谷的价买灾民的田，这样一来，淳安、建德两县百姓的田就不会让他们全部买了。譬如一家3兄弟，
有一个兄弟卖了田，就可以把卖田的谷子借给另外2个兄弟度过荒年。到了明年，2/3的百姓还是有田可耕，淳安和建德就不会乱了。那今年要改30万匹丝绸的桑田数量便不够，请问布唐大人该如何解决？这条国策本就是剜肉补疮，可现在不实行也很难了，这就是第2。让那些大户分散到没有受灾的县份去买，按50担稻谷1亩买，几10万亩桑田尽量分到各县去改，浙江也就不会乱了。他们不愿呢？你就可以以亲使的名义上奏，让朝廷拿主意。我要自己拿主意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争。我去苏州找江苏巡抚赵贞吉去借粮，10天以后我给你把粮带来，让你去争田价。还有新任的淳安知县海瑞和建德知县王用吉，这2个人能够帮你，你要重用他们。布唐，属下有句话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请说。布唐这些话，为何不向皇上明言？士为经历不知难呐。有些事，你以后会慢慢明白的。现在也是5时末，到下一个驿站还有80里，快赶路吧。布唐大人保重。布唐，布唐，布唐，快去，快去找郎中，快点！是。到苏州也就是3、4天的路程了，实在不行，你就先在这里歇养2天。10天之内粮食运不到浙江，我今天就白见高汉文了。你真以为跟高汉文说的那些话管用吗？那你们举荐的海瑞和王用吉到浙江管用吗？官场上无朋友啊。布唐，派海瑞和王用吉到2个县的事，我不是有意要瞒你。当初我就说过，你谈论来与不来，我都会这样做。今天我还是这句话，你们瞒不瞒我，我还是要这么做。今天有了我和高汉文的交谈，再加上你们举荐的海瑞和王用吉，或许能跟那些人争拼一番。给我备辆马车，走吧。明嘉靖40年，公元1561年，海瑞出任浙江淳安知县。从踏进杭州，步进巡抚衙门报到这一刻起，他便开始了一生向大明朝腐败势力全面宣战的不归之路。站了！什么人？没看见这是巡抚辕门吗？
哪个衙门呢？淳安知县。哎，你们谁知道淳安知县今晚到会吗？是，让他进来吧。进去吧。先在这儿坐着，什么时候上头叫你们进去，我会来通知你的。幸会，在下王用吉，新任建德知县。哦，幸会，在下海瑞，新任淳安。哦，久仰久仰，果然是刚峰兄，还比价？不敢，王兄台谱。见字润莲。谭伦、谭子礼是我的同科好友啊。润莲兄也是谭子礼举荐的吧？嗨，什么举荐呢？我在昆山做知县，怎么说也算个好缺。谭子礼不放过我，把我弄到这儿来了。事先没征问过润莲兄。谭伦那张嘴啊，刚峰兄也是知道的。一番劝说，由不得你不来。润莲兄从昆山调任建德县，是建德县百姓之福啊。唉，淳安更难。刚峰兄在前面走，我尽力跟吧。哎，刚峰兄刚到啊？啊，赶了5天路，天黑前刚进城。还没吃饭吧？我去问问，看能不能弄点什么吃的。哎，不要找他们。我这儿有。哎，不，哪个县的？进去吧。哎，你看这能不能？我说了，个人有个人的差，要喝水，待会儿到了大堂议事的时候，茶都有得喝。请问哪个县的？县里来的都在这儿等吗？对，进去坐着等吧。淳安和建德2县到了吗？这2个不是嘛？劳驾，能不能打1壶茶？我说你们这些人，实在是太忙了。哎，稍后啊，哎，稍后。在下王用吉，新任建德知县。瞧这字儿，瞧这包，你看这瞧这真好呀！是啊。不知2位对朝廷乙改兼镇2难字解的方略怎么看？准备如何实行？唉，难呐。难在哪里？我想听听。阁下这个话，应该去问新任的杭州知府。听说这个乙改兼镇2难字解的方略，就是新任的知府向朝廷提出来的。要真按这个方略去做，建德和淳安2县的百姓把田都贱卖了，改稻为桑也就成了。
那到时候，该发财的发了财，该升官的升了官。可是到了明年，百姓没有田了，全都饿死，我们两个也就该走了。不知道新任的知府大人所说的“以改监镇，两难自解”，是不是这个结果？阁下认为朝廷以改监镇的方略，会让2个县的百姓都饿死吗？今年暂且不会，因为大户们早就准备好了粮，8担1亩，最多10担1亩，百姓卖了田，怎么也能对付个1年半载。阁下怎么知道官府会让那些大户10担8担1亩买灾民的田呢？这个话，阁下得去问知府大人。改字当头，可是官府不带粮，锅里面没有米。如果知府大人是灾民，那个时候8担1亩，10担1亩，卖是不卖？哎，你们都有点官样好不好啊？这里可不是唱堂会玩古董的地方。听说淳安和建德有些刁民煽动百姓不肯卖田，各户还凑了些蚕丝和绢帛四处买粮。这些事情你们都知不知道？都安排人手盯着呢，好像有10几条船在漕河上等着买粮，正在谈价钱。明天等他们运粮的时候，河道衙门就把粮船扣住。粮食要管住。现在所有的粮都要用在改稻为桑上面，再有私自买粮卖粮，就以扰乱国策罪抓起来。明白，属下明天就扣粮抓人。这才是正经。去看看那个翰林大老爷到了没有啊？到哪儿了？是，几位也不要见怪，衙门大了，人都养懒了。你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大人，厨房的茶房还在打牌，问他要茶叶还叫我自己去找。好在啊，我今天随身带了一包新出的龙井，一枪一旗也算是上品喽。几位在底下当差也不容易，喝吧。你这茶不干净，我不喝。我说你这个人是来当官的呀，还是来找别扭的？看清楚了，这儿可是巡抚衙门。喝巡抚衙门的茶还要行贿受贿吗？我说你，他不是找你的别扭，你出去吧。高大人到了吗？莫名其妙，我现在就去问。不用找了，我就是。2位是否知道我是谁无关紧要，只是刚才海知县所说的朝廷以改监镇的方略，是否会让2个县的百姓难以生计，是极为重要之事。指望2位一片爱民之心，在堂上能坚持就好。请吧。刚父兄啊，事情得靠我们去做，但也别太着急呀。润莲兄，如果淳安和建德2县的百姓活不下去，你和我还能活着走出浙江吗？去秋风冷
山中感一程，当你心系天下时，脚踏中原路不平，万里奔行，只为苍生。一路长江笑，一笑黄河清。悲欢痛，有乐与共。万里奔行，只为苍生。一路长江笑，一笑黄河清。悲欢痛，有乐与共。云在青天，水在天一明，几人醉卧，几人醒，几人一梦惊风雨起坐是看海阔天晴，起坐是看海